听！地藏突然道：监察那些道门仙人，看他们心底是否泛起今日之事是由谁一手策划。谛听深州缓缓亮起青光，侧耳倾听。地藏心底念头百转，双目渐渐眯了起来。此时道门得胜而归，最是容易松懈之时，背后策划那人很简单就能暴露。天庭水神。对于这位一力将龙族拉去天庭，又将金蝉子重伤，逼得自家圣人现身的天庭水神，地藏其实颇多欣赏，觉得如果是水神在背后出手谋算，今日自己败得也不冤。但他无法确定水神是否有这般影响力，能够请动三教大师兄一同出场。这道门三教的3个大师兄，说实话，面对他们，地藏感觉完全无从下手，心底无比的憋闷。深得最强圣人太清老子宠爱，先天至宝随便用，甚至姓名都没有的玄都大法师，洪荒灵宝第一，通天教主最信任，自身更是来无影去无踪的截教多宝道人。玉虚宫基金中的广成子，此前表现最为含蓄，却给人滴水不漏之感，稳如山岳。而这三教的大师兄身后，赵公明、金陵圣母、赤精子、太乙真，哎呦喂，如此多的大能，如此多的强者，这就是道门吗？果然，真正面对这个庞然大物时，总不免会有窒息之感。一旁谛听似乎能够听到地藏的心声，低声道：你在害怕？不，我在庆幸。地藏嘴角露出少许恬淡的笑。只要一想到今日面对的道门已是巅峰，气运再无可增之处，向前发展，除却能尽力维持当下，必是由盛而衰。见证这般强大的道门渐渐地淹没于洪荒尘埃之内，岂非幸事？谛听闭着眼睛撇了撇嘴角。别扯了，刚才都快吓哭了。算计不过就是算计不过，道门也不是没直接打上来吗？地藏额头顿时绷起了10字青筋。仔细听。奇了，你看看，主人你心境乱了，都是破绽。哼！谛听晃了晃脑袋，继续侧耳偷听，但很快就给了回答。今日这场戏，应该是3个大师兄主导，并无他人算计。阐教与截教一些修为较弱的炼气师，此时所想都是与3位大师兄有关，并未提到天庭水神。地藏闻言缓缓点头，轻轻呼了一口气，开始反思此前的种种不足，以及错过的几次出手时机。下次定不会了。各位师弟师妹，回返道场之后，还需好生修行。峨眉山罗浮洞，大法师温声叮嘱着周遭阐教截教的仙人。众仙行礼之后各自回返，说笑间飞往了西北东南。待众仙走后，此地只剩下大法师、多宝道人、赵公明、黄龙真人4人回了罗浮洞内。赵公明开了2坛好酒，略作庆功之仪。多宝道人盯着大法师的袖口，笑问：长庚呢？快出来吧，事情都已经了了。心神正在旁处的李长寿耽误了一阵才出回声。纸人自大法师袖口飞出，摇身化作了一套常用的青年面容，站在大法师身后。赵公明招呼他入座，李长寿便笑道：啊，我这个只是纸人，喝酒也是糟蹋了，就不做了。几位大佬也未强求。大法师笑道：你刚才传声到一半，怎么就不传了？啊，师兄的应对比我准备的话语更妥善。李长寿抱怨道：师兄，您就是懒散惯了，哪里真用得到我出手啊？大法师眯眼笑道：会说话就多说点，也夸一夸你这几位师兄嘛。罢了罢了。多宝道人摆摆手：我可已经经不起长庚几句夸赞啊，不然非要飘上9重天不可。今日之事当真痛快，此前被西方算计了那么多次，今天总算是出了这口无名火。
今日倒也有些不圆满，始终未曾将那真正的算计者抓出来。哪怕不能施以惩戒，好歹也要知道是谁，今后咱们好有所针对。此人精于算计，也是一个蛮棘手的人物。若我所料不错，应该是一个名为地藏的圣人弟子。他有一只神兽做坐骑，那坐骑名为地听，此兽可以遍听三界生灵之心声，有分辨真伪之神通。这些都是大法师用太极图推演得来的。谛听。多宝道人轻吟几声，微胖的面容上露出了几分恍然之色。倒是听说过这般异兽。这异兽岂不是可以听到诸多道侣之间有趣的声响？一旁黄龙真人点点头。这神通应有所限制。限制不小，若修为不足，只要稍微给自己心神加到提防，就可免去被他窥探。嘿嘿嘿嘿，修为高些的道侣大多都是清心寡欲，也没乐子可听，不是？于是大法师、多宝道人、黄龙真人齐齐看向了赵公明。赵公明有些唏嘘地抚了抚胡须。这事儿怎么了？公明师弟，你怎么三句不离这般事儿啊？黄龙真人叮嘱道：咱们要一心向道，凡灵私欲与仙何关？嘿嘿，这个心情渐好啊，心情渐好的缘故。赵公明老脸一红，随后便瞪了一眼李长寿。还不是去巫族那一遭，李长寿给他灌输了满心的阴阳繁衍男女那点事儿。多宝道人又沉吟几声，这般提防，倒不如将这个谛听兽除掉，终是个祸害。若那地藏现身，自当除去这般异兽。嘿嘿嘿，怕是他此时吓破了胆，短时间内不敢露面了。此事也算过去了，咱们喝酒，今后再让长庚一步步谋算就是了。这真就白用啊！大法师与多宝道人举杯对饮，那黄龙真人端着酒杯站起身，对李长寿先是道谢一二，又叹道：龙族之事，贫道心多亏欠，此前一直没察觉什么，突然就有了感悟，自行入定闭关，一睁眼已过了龙族之事。唉，龙族遭劫，若贫道当日在东海，或许就有一线生机。李长寿闻言轻轻挑了挑眉，敏锐地捕捉到了一点关键。突然来了感悟，莫非……哎呦，罢了，这事儿不能细想。龙族命数如此，何该有此一劫？唉，不过到此时，龙族已与天庭一心，今后的境遇想必会逐步改善。唉，黄龙真人的面容多是惭愧，显然是要愧疚个几百年了。一旁的多宝道人突然想到了什么，扭头看着赵公明。话说回来啊，金光师妹为何会受伤啊？还会在你这峨眉山受伤？这个我具体也不知，还没来得及问是谁暗算了金光师妹。赵公明口中的酒水差点呛出来，忙道。多宝道人眼前一亮，已经是懂了些什么，扭头看向李长寿。李长寿却是眼观鼻，口观心，一点儿也没打算接话。罗浮洞中，这小小的庆功宴半天就散了。大法师回了兜率宫修行，赵公明陪着多宝去了金鳌岛，黄龙真人则是赶去东海龙宫，过去看看有没有自己能帮的事。李长寿去过灵山的这一具指道人，在罗浮洞就直接焚了。心神抽回南海海神庙中，继续整理着自己得到的一手三教仙资料。从结果来看，这一次三教压灵山的大戏并不完美。第一是给了灵山一个提醒，让灵山有了由明转暗的机会，为接下来天庭的发展规划无形之中增加了一些困难。第二是大法师应对了圣人，这是李长寿此前想到可能会发生的一幕，可他没有想到大法师凭借至宝就轻易地挡下了圣人的法宝，更没有想到一向不沾因果的大法师在这种时刻会拿出道门大师兄的担当。
平日里去看龙族大戏的时候，大法师都是抱着能不出手便不出手的心态，除非是触碰到了某件事真正的底线，不然大法师只是安排他这个小法师去干活。这一次大法师出手，李长寿很担心会给三教弟子留下一个不稳妥的印象。圣人也就那样，没有至宝，灵宝多一点还不能对吗？说的就是截教的那一群仙人。还有第三，今后西方教行事想必会变得小心谨慎，之前那般自傲自负的教风，怕是要因此事而扭转了，让他算计起来肯定要花费更多的心力。不过话又说回来，总不能因为这些弊端就忽略了这一次三教威压灵山的正面意义。这次事件的正面影响数不胜数，各层目标都算完美达成。总体而言，天庭后续500年应当是能够安稳发展了。看着手中整理出来的三教仙资料，李长寿脑海中划过了一个又一个人物。封神大劫前的这个时代，三教群星璀璨，洪荒星光烂漫。这一次去灵山，给李长寿印象最深刻的，不是那美貌与实力并重的心灵圣母，也不是演技狂飙展露出非凡风采的3位大师兄，更不是那位个性十足阴阳与专业4级的太乙真人，而是阐教玉鼎。有那么一瞬，在玉鼎主动站出来的时候，李长寿捕捉到了一缕玄妙的道韵。这道韵李长寿无比的熟悉，跟他的归西平去诀不尽相同，却有颇多相似之处。这位阐教12金仙隐藏了部分自身修为，而且玉鼎真人今日顶在头顶的那口玉鼎并非是他的法宝，那似乎是神通凝成，又像是大道所显，仔细感应反倒是介于先天灵宝与后天灵宝之间的奇妙存在。这位真人自开始到后面全程都是一言不发，大多都是面带笑意。平平无奇的样貌，不多的存在感，关键时刻敢站出来直面西方教的自信，那玄妙的玉鼎，以及更重要的玉鼎真人还没有出生的徒弟二郎神杨戬。这玉鼎8成是一个隐藏大佬。李长寿在玉鼎真人的名号上画了一个圈，稍后可以主动结交一下，看能不能搞一搞。据说是肉身修行第1法的8九玄功。他当然对8九玄功没有什么兴趣，自己现在修为也已经不低了，大道已经初步成了，接下来要做的是在这条大道上步步前行，不可轻易改法。但是8九玄功这一门可以速成的肉身修行法，若是能用来培养小琼峰保安大队长熊灵力，或者是海神教神使，那就相当的舒服了呀。李长寿又将玉符的内容仔仔细细地整理了一遍，坐在后堂思考了许久，这才是施展土遁，让这一具指道人回了地下指道人窟。此时已是夜深星稀，小琼峰上李长寿缓缓摆着蒲扇，看脸在侧旁蒲团上打坐修行的师妹，他入定深了。先是扫过门内各处，看到99师叔正在为九羽师师叔讲道，而师父在一旁听得颇为开心，一副蹭课的优良表情。于是起身驾云，朝着丹顶峰而去，看望看望刚有所突破出关的万林云老爷子，给独长老加油鼓气。在丹顶峰耽误了半个时辰，李长寿的心底始终有些放心不下，还是朝着破天峰飞去。放心不下何事呢？那还用说吗？自然是之前所见了。渡仙门祖师渡恶真人又成了谣言中关键的一环。到了渡仙殿前，2位守殿的长老问李长寿来此地做什么。殿内已经是传来了掌门的咳嗽声。是贫道让长寿过来的。2位长老顿时不敢阻拦，李长寿做了个道揖，低头进了大殿，快步去了掌门的小厅。一番行礼，掌门招呼李长寿入座，顺便用结界笼罩住了这偏殿。姬无忧笑道：
长寿，有事尽管开口。怎么看你还有些犹豫啊？莫要把贫道当成外人了。这个，掌门，是不是可以提醒一下本门祖师渡恶真人？提醒何事？不信谣，不传谣。大法师在天庭玉帝那儿请来了一块天地正德碑，专查谣言之事。此前三教众仙齐聚，见到了渡恶真人在其上一晃而过，成为了谣言发酵不可或缺的一环。啊！季无忧站起身来，皱眉道：大法师可怪罪下来了？啊，并未，大家都颇为默契，就当没有看见。但是这种事是真的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好，季无忧急道：我这就去昆仑山求见师傅，一定会将此事说给他听，便说是大法师派人提醒。李长寿的心底也算是放下了一件心事。他刚要告辞离去，去找玉帝陛下商量那天地正德碑安放在何处，讨论有关北周巫族之事，心底又微微一动，多嘴问了一句：掌门，此前我见有秦师妹匆匆外出，不知所为何事？一点小事。有秦国近来出现了一只孔雀妖，专害人性命，以凡人为食。这有秦国不只是玄雅的故土，更是咱们门内供奉的重要来源。几位长老商议后，就派玄雅和门内的几位长老过去处置了。李长寿缓缓点头，果然是小事。如此，那弟子就回去修行了，打扰掌门。贫道这就写信，有事直接来询。